中共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突报病亡，不少人认为是非正常离世。到底真相如何？他是谁的人？今天我们主要还不是谈这个，重点讲一下当年和许其亮同时成为习近平的军中班底的，还有所谓的新五马进京，最后都落得什么下场，也可窥见接下来现在这场军中大清洗如何收场。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云天。中共官方6月3日通报称，许其亮因病于2025年6月2日中午12时在北京去世，终年75岁。港媒援引北京传媒人马玲在朋友圈透露，许其亮早起在院内跑步锻炼时突发心梗，送院抢救无效离世。但早在5月31日就有爆料称，许其亮于5月28日凌晨传出离世消息，官方内部传言为心脏病去世。据称他是在台海战前整肃潮中被吓死，是否因战前被整肃而亡另当别论。但这些传言提前爆出，使许其亮和前中共总理李克强2023年10月在上海游泳后突发心脏病离世有些类似，恐怕难脱被死亡的嫌疑。只是因为官方可能掩盖了事实，我们无法去探究真实死因。现在来看看许其亮的派系背景，说起来比较复杂。许其亮生于1950年，山东临朐人，1966年7月入伍。他是空军特级飞行员出身，曾是中共军中早期培养的最优秀的飞行员。当年在邓小平阅兵时，还在天安门上空架机做过飞行表演。没摸过枪的江泽民在8964事件中踏着学生的鲜血上台，需要靠派出官帽拉拢军头支持，许其亮是其中之一。许其亮在江泽民掌权时期获得重用，1999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兼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并曾3度进入国防大学进修。1999年，江泽民主持的中央军委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一个俗称龙班的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从全军挑选了30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来自空军的3个人中，就包括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和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许其亮。许其亮在江时代发迹，并屡获安排进国防大学进修，可以说他是江的人。不过许其亮仕途的关键一步更早是在张震担任中共军委副主席期间实现的。1992年中共的14大上，刘华清、张震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14大前夕，邓小平找到他们2人交代说，这几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选拔接班人，要在全军范围内选拔一批40岁到50岁的人，放到一定的岗位上进行培养。选拔人不能完全是一步一步的，一般的照惯例使用，个别的要破格。许其亮随后不久就获得打破常规的晋升。也曾有传说许其亮是红二代，但查无实据。1950年3月生于山东临朐的许其亮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他16岁时在临朐4中参加选拔飞行员的招考，被选中参军。山东帮当年在军中很有势力，在90年代，山东帮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江泽民掌军时期2名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和迟浩田。邓小平的亲信军纪委书记兼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也是山东人，这其实更可能是许其亮当时获提升的一个关键背景。在胡锦涛时期，许其亮曾任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2007年6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但由于胡适弱势党魁，当时江泽民的2大亲信徐才厚和郭伯雄执掌军权。许其亮当时的得势应该还是在于江及山东帮老军头的支持。2012年11月，许其亮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在同年11月15日举行的中共18大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在2017年10月中共19大连任，也就是说在整个习近平任期内，他是军中头号人物。
过去曾有海外媒体指，习近平2012年18大前曾隐身13天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提前秘密布局军队中重要人士，当中就包括许其亮。许其亮在习上台10年，可谓为习出力不少。2014年7月11日，许其亮以中央军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份，在小组第3次会议上，要求军委巡视组向中央巡视组学习，查处一批人。可以说，许其亮是习前期清洗江派军头的军中操刀手。许其亮还是习近平当政后所谓军改10年最重要的军委副主席之一，主导整合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当然，习式军改后来证实是失败的。2023年以来，火箭军整个前后任高层被一锅端，战略支援部队遭撤销重组。许其亮在2023年3月72岁时安全退休。2024年年初，坊间曾盛传许其亮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但之后他在1月底慰问老军头的新年演出中现身，显示已经安全着陆。看中共官员的派系底色，要看最初发迹期，就像三朝国师王沪宁当年由江泽民、曾庆红启用一样，他其实是江曾人马。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爱用熟人，只信自己早年有交集的人。习后来的习家军基本是这样的人。许其亮其实更早就和习结交上了。一张据称在1991年初所拍摄，习近平与部署福建的空军军官合照显示，时任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福州军分区党委第1书记的习近平站在前排中间，而时任驻福州空军第8军军长许其亮站在习的右手边，时任空军24师71团团长丁来航则站在后排右2，而许其亮与丁来航分别于2007年和2017年担任空军司令。这张合照可以佐证，许其亮与习的关系最早在福建就建立起来了。在习上台后，许其亮透过中共18大前习与元老合作，只是正式归队回到习家军而已。同样，福州合照中的丁来航也属于习近平的嫡系人马，他2023年底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职务。有港媒称，丁来航涉及北京西郊机场的工程贪腐案。从习近平和许其亮的合作，我们还可以再延伸探究下。当年习上台时，曾有一个所谓的新五马进京的说法。中共历史上1952年曾有所谓旧五马进京之说，当时中共为巩固建政后的中央集权，曾将5位地方局书记调入北京，其中包括习近平的父亲，时任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还有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和西南局的邓小平。在习近平2012年中共18大前，有大外宣媒体曾称，习提前秘密布局军队中重要人士，包括所谓新五马进京。报道援引北京消息来源透露，习近平在隐身期间秘密确定了从外地召5名高级将领进京后任的新的中央军委高层名单，包括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范长龙，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时任广州军区政委张扬，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时和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按当时的派系划分，认为这5人之所以在习的名单内，是因为都已对习效忠。其中房峰辉是习近平陕西同乡，曾被视为胡锦涛的嫡系。张扬和张又侠同是军中太子党。赵克时是与习近平渊源深厚的南京军区司令，又曾任31军军长。范长龙据称原属东北军，但后已转向效忠习。其后果不其然，2012年10月25日，中共国防部网站宣布军方4总部重大人事调整，房峰辉出任总参谋部部长，张扬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赵克时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张又侠出任总装备部部长。这5人的上位被称为新五马进京。前述报道还引述北京军方消息人士分析指，习近平当时的这些做法曾被解读为与胡锦涛联手巩固自己的军权，但其真实目的应该是对付郭伯雄和徐才厚在军中的人事布局。不过到目前为止，
这新五马是王的王，商的商，折损不少。在2名江派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落马后，新五马中的房峰辉和张扬在2017年8月同时出事。张扬于2017年11月23日上午在家中自行了断，房峰辉被判了终身监禁。两人被指是徐才厚和郭伯雄的余毒，被归入野心家、阴谋家一类的人。5人当中，赵克时和范长龙都在2018年已平安退休。范长龙退休前就曾有不少负面传闻。2016年3月，曾有海外中文媒体透露，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已退役的前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后勤部长廖锡龙都分别向军纪委退赃，前者涉及金额是300万元，后者涉及金额是4000万元，以图获得宽免。2016年5月25日下午，在网上相当活跃的中共军二代蔡小新曾发布一条微博，内容为：看来军中某条龙是顶不住了，掉下来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条微博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猜测，多数人认为蔡小新说的军中某条龙是军队中一位名字中带龙字的高级将领，掉下来则是即将落马之意。在蔡小新这条微博的评论中，不少网友认为军中某条龙是指已经退休的原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后勤部长廖锡龙，但也有网友猜测军中某条龙是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范长龙。2018年2月8日，有媒体报道称范长龙暂时已过关，但有关当局对范的暗中调查仍未停止。2024年4月，范长龙在辽宁丹东老家参加同学聚会的视频流出，他谈退休生活时提到当局给他设限，要求他离开北京不能超过1个半月，但他没有说明原因。经过2023年以来2年的中共军界高层一番大震荡之后，习近平亲自提拔的福建军团前31集团军出身的苗华、何卫东、林向阳等，还有丁来航、许其亮这些曾驻福州空军的军头，先后以不同方式出事了。有人认为是习为了整肃贪腐而抓人，更有人认为是习为了整肃不愿打台湾的军头，但也有人认为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中共元老支持下清洗习家军。但笔者认为后一观点更合理，因为阵前斩将是军中大忌，这个习不可能不清楚，而自毁根基、自灭权威，这也是作为一个领导人最要命的事，所以只能说明习现在权力大不如前了。近期习近平失事传闻四起，截至6月3日，习已经14天没有公开露面，按例5月底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也未见报道。6月2日和3日，习近平又罕见没有出现在党媒头版，引发揣测。今年初，新五马之一的赵克时也传出已被查，当年的新五马只有1950年生的张又侠目前仍超龄留任军委副主席，并且在独掌军权，权势甚至力压习近平。如果对比1952年的所谓旧五马，习仲勋、高岗、饶漱石、邓子恢和邓小平都在毛泽东时期惨遭迫害，甚至于非命，只有邓小平熬过来，但他自己也成了一个迫害者，后来主导镇压6·4学运，而新五马只留下了张又侠。目前习近平嫡系31集团军窝案持续发酵，可能还有更多的将领遭清洗，中共军队发生严重内讧，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此前曾有分析说，2023年7月起的装备系统倒查，当局拿下了国防部长李尚福，其实是习近平打击张又侠，是习派在清洗，还差点让张又侠出事。但张又侠后来反击，发动众将举报习的军中亲信贪腐问题，结果习的亲信苗华等人成批被抓，习根本无法招架。如果新五马中的张又侠最后在中共元老支持下胜出，中国还会出现旧五马的最后一马邓小平的强权吗？人类历史演变至今，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中国人已不容再走回头路，抛弃共产党，清除共产意识形态，给人们信仰自由，
重建传统道德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内心，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